这个秋冬季节要说吃什么最过瘾，我看的话还得是火锅。火锅呢就随便煮什么都可以了，煮鱼、煮鸡、煮鸭子、煮牛肉、煮排骨。今天我就用这2块排骨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家庭版排骨火锅。现在的排骨已经涨价到16块钱一斤了哈。清洗干净过后的排骨，宰成大小均匀的块，可以稍微大一点点，毕竟煮火锅嘛。宰排骨的话，我们要稳、准、狠，一刀下去就给它断。哦吼！宰好过后，先下锅焯水，来一点配散的姜葱、料酒、香料，我们准备点八卦、大料、梳子叶叶、梳子皮皮、姜片、葱节，再来3个干辣椒、干花椒。排骨焯开后打去这些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给它漏出来，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今天中午呢，我约了老本回来吃火锅，所以我们得早一点把火锅给它搞起。来一丁点油，不需要太多，主要作用是把这个锅给它润一下，避免粘锅了。7成油温的时候下入排骨，给它不停的翻炒，煸炒一下的排骨吃起来才更香。排骨炒至表皮微微的发黄了，香料给它倒进去。当我们闻到香料味特别浓郁的时候，烹入半勺料酒，紧接着加入水，烧开过后转最小火，先炖1个小时，把排骨给它炖趴，把盖子扛起来。香料的话，我们准备2个这个土豆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配菜。吃火锅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，只需要1包咱们这个名扬火锅底料，在家就能够做出火锅店的味道，让你吃了就会爱上，流连忘返。就平时咱们用这个火锅底料用来烧菜哈，也是超级的香，烧鱼这些都香得不得了。切成大小均匀的块，不要太小了啊，太小的话，等一下害怕煮融。再来上一点火锅粉，再来一点豌豆颠，新鲜蔬菜嘛。现在我们来准备火锅的蘸料，大蒜子稍微多一点，配一下之后给它剁碎。再来准备上一点葱花和香菜，也切成末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宰一点小米辣末进去。来一点糖、味精、蚝油，再给它倒入火锅香油。火锅香油的话，可以缓解这个火锅的辣味和燥味。老本的他可能还要吃醋，等一会儿他自己再放一点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汤熬来非常的浓白了。现在下土豆，切个半块名扬火锅底料进去，不需要再额外的炒料和调味了。人多的话，建议放1块，这样子味浓味厚一点。我就和老本2个人，这样子煮的火锅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说得上是家庭版本最简单的火锅了，料都不用炒，直接煮就可以了。火锅粉放进去，也可以边吃边煮。我妈想着麻烦，一次性给它煮到位。土豆和火锅粉都煮来差不多，现在我们关火，豌豆颠放进去烫一下就可以了。拿个盆倒出来就可以开吃。整个过程大家发现了吧？我只放了火锅底料，也没有给它调味，煮出来红彤彤的，等一下吃了你们才知道味道有多香。非常好吃的排骨火锅就做好了，真子做出来，大家想烫什么就烫什么，吃起来和饭店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自己做干净卫生，吃起来更加的放心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吃火锅的免费看完，就3个。吃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蘸水给它和转的，蘸水里面不要放盐哈，放了盐的话会是挂寒的。我对了少了点小米辣，我放特辣的火锅底料，用香油蘸一下，吃火锅就是爽，真的。可能北方的朋友喜欢蘸芝麻酱，川渝地区一般都是蘸香油。有只小蜜蜂，好烫啊！好好吃，小蜜蜂。你吃完点啦？啥子？不来的。我以为你有啥子吃完，你咋就长期不吃啥子？吃火锅我不喜欢吃蔬菜。你吃饭吗？你也不喜欢吃蔬菜吗？你几时吃过蔬菜吗？你放屁！
我们吃的时候可以边吃边涮菜，主要是第一步就是把排骨煮熟，其他的菜都可以边吃边涮。吃块粉儿看。还有火锅粉儿。没一样的。就是有点烫。慢慢的吃嘛，吃火锅的要慢慢的吃。哎呀，好烫！主人这儿更进去，好吃了。要不要片点鱼片嘛？你这是排骨火锅的，你又不是鱼片火锅。排骨火锅要不要烫鱼？烫螃蟹。我没看到过烫螃蟹的。螃蟹火锅。这儿煮起你不是可以烫万能的，啥子都可以烫。可以。一切皆可火锅。可以。天冷了，火锅越吃越暖和，生活嘛也越过越红火。婆娘嘛越吃越胖嘎。婆娘要娶的胖，火锅要吃的烫，胖的才有肉感。今天呢，老板给我买了一斤虾回来，他说我儿子点名要吃。平时嘛，点名要吃，给他搞一个白灼的，敷衍一下就算了。今天他还给你点了一个高难度的做法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下这道营养鲜美、老少皆宜的虾。在我们这种内地城市，一般情况下这种冰冻的虾会多一点。第一步，把虾头扯掉，再把这个虾壳给它剥掉，只要里面的虾仁入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冰冻的虾啊。在内地的话，冰冻的虾也不便宜。我们这边这种虾是40一斤，比沿海的那个活的还要贵。虾仁去壳清洗干净后，从后背给它划开，这样子主要是方便把这一根虾线挑出来。这个虾是冰冻的，所以它不像活虾那样子用牙签一挑就出来了，必须要划开之后才能够取得出来。姜葱的话，稍微多来准备一点，加入1勺开水，用勺子给它多按一下。先来烫一个这个姜葱水，它的作用的话是用来去腥的。全部处理干净的虾仁来给它先切一下，再把它宰成蓉，也可以用刀背锤。在宰的时候，尽量的把它宰来细一点。宰好后放入一个大点的夹丝里面，调味一点盐、鸡精、胡椒，一丁点料酒，冷却后的姜葱水，先用筷子给它顺着一个方向搅，用姜葱水改开，不然它很黏很黏。再来上半个鸡蛋清，现在继续给它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，一定要多搅一会儿，做出来它才不会散。最后来上一点淀粉，再次顺着一个方向搅匀就可以了，还是要多搅一会儿哦。香料来准备一点这个豌豆颠，这个可是今年的新鲜食材哦。咱们边清洗边把它摘一下，其实这个都已经很嫩了，就是把下面老的摘掉就可以了。正好吃点哦。老板来了，你们听到了吧？不要浪费这个食材哈。再来切上一点葱和姜，锅里面丢一点姜葱。做这个虾滑可以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，也可以把它挤成圆子。还有一个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朋友，用高汤煮，煮出来更加的安逸。锅里面烧水的时候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就是你们叫自己的老公老婆叫什么？我发现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叫的不一样，比如我喜欢叫老本儿，然后比我们年龄再大个30岁的叫老婆的话，比较喜欢叫老妹儿。其实老妹儿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应该就是老太婆的意思啊。然后再年轻一点的就喜欢叫什么亲爱的，什么大猪蹄子、大熊妹儿啦这些。老本儿叫我叫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叫我叫王八蛋，真的是。你们那个年龄段，叫自己的老公老婆叫什么？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探讨一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水开过后煮3分钟，现在把里面的姜葱捞出来不要，再调味盐、鸡精，转最小火把调好的虾蓉给它挤成丸子放下去。咱们今天做这个是纯正的虾肉的虾滑，饭店里面有的做还会给它加一丁点肥肉进去。
全部下锅过后，轻轻的摇一下，再丢上一点虾皮一起煮。全部煮来铺起过后，下入理好的豌豆颠。有番茄的朋友可以再切上几片番茄，增加一个红色，漂亮的很。我刚才给老板说了，老板说做虾滑你放什么番茄？我只想说他懂也不懂，狗年摸头不懂科学。你说啥子？啥子时候又拱起来哟？你真的是皮痒了噻！来上一丁点儿猪油，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倒在这个碗里面。这个看起来真的不要太安逸了，一看就知道 QQ 弹弹。非常美味的虾滑就做好了，榛子做出来不仅漂亮，吃起来更是细嫩爽滑，营养又鲜美。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吃完肉还可以喝汤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啊试着去搞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哦哟，老本这个架势在干什么？翻锅。哎呦，翻过来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哦。翻过来了。啊，还算翻过来。他给我儿子煎一个鸡蛋，土鸡蛋。我吃点蔬菜豌豆颠。爸爸，这个应该是丸子吃的吧？我给你拿个勺子好不好？我来尝一下哈，这个虾滑好不好吃？还不如直接弄那个吃嘞。嗯，我也来尝一个，好 Q 好弹，看看我们家大郎的手艺怎么样哈。吃起来是纯正的虾肉，壳壳都不用剥了。剁。好香哦，好咸。来一下。回味有为什么不可以点甜。不是你要吃虾滑的吗？好吃。我以为很难吃，不，很好吃。你以为很好吃，你没吃过吗？很好吃啊，是很好吃啊。居然吃一半给我了。太好吃了。这个比白灼的虾好吃啊，比那个白水煮的。大家懂做菜的应该看得明白吧？这个应该是没有毛病的吧？只是他挑食而已。你们不要跟我说不好吃啊。好吃。不好吃。给大郎点个赞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摸着良心说，这么鲜嫩爽滑。昨天晚上你还说要点虾滑。